这个日本人呢，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，巧取豪夺，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？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，啊，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可偏偏就是田先生，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，纾困危局，所以啊，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。别人不理解他，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。太爷，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？他呀，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他的苦衷啊。好的，我都记下来了。雨衣、日化用品。是的，是的，非常感谢您的捐赠。好，再见。姐，哎，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。好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我给你搭把手。大家都累坏了吧？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。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2碗行吗，5碗都没问题。馋猫，来，快点啊！就搁这儿吧。来，姐放这儿。哎呀，外面没有了吧？没了。孟嫂，田先生让我来接你，快上车。田先生，恢复的怎么样？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，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。吃早餐。谢谢。田先生，您吃过早餐了吗？我吃过了。我都不知道，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，谢谢你啊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之前认识。
令尊长我8岁，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，有过一面之缘。他任江苏督学时，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，做教育局长，仅仅书信求助，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1笔教学经费。令尊与我有大恩。你百战沙场，蒙受冤屈，还有回乡抗日之志，难得呀！范公，云奎从未背弃职责，此次回到故乡，唯有一心报国，方能告为家父。请。今年初，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，国军也转进了。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，辗转到了这里。鱼塘是个古镇，民风淳朴，世代耕读传家。海文和诺西地区，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。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，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，名义上掌管各县。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，比如这儿就有葛致远的部队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最容易搞地方武装。是啊，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。有人呢，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；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。3礼1司令、5礼1队长都说抗日。但各有背景，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，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。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，眼下呢，也就是100人出头，分2个队，李营长管着。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，日军其实在县城，他的驻兵也就是几10个人，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。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，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。云奎啊，老朽已年迈，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。谢小无曹周旋利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其实我一进中堂呢，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，这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。去淞沪战场的时候，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诗词赠予我，但真的很可惜，毁在淞沪战场上了。所以，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。我觉得您像我父亲。云奎啊，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，但你自小长在南京，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。但是，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，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。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，改成斗鬼如何？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回到海文，我也是想重新开始。打鬼子，斗鬼，张斗鬼。好，范公，我以后就叫这名字。好，海文民团长，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。哦，不敢，范公，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。张斗鬼团长，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，筹谋画策，抵御外侮。走吧，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。好。海文沦陷了，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耀旗下，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。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，那就是理直气壮。可日本人来了，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。刚刚沦陷那些日子，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，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，这几支枪、几十支枪的都有，
有共产党支持的，也有国民党支持的，还有自己单干的。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，那里的村民呢，大多数都姓葛。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，一共有110来人。18支队，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？总队在哪儿？哪有总队呀？我连17、16、1、2、3都没听说过。上来就从18开始啊！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。哎，从司令到副司令，再到参谋长，再到小兵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。您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啊，也有葛家的佃户，那些枪啊、子弹呐，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。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，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，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？那些拾柴的、捡粪的，还有那边抽旱烟、晒被的，全都是18支队的游击队员。哎，你看，此地杀鬼子3000人，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，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：此地啊，杀鬼子3人。游击队打这儿路过，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：此地杀鬼子30人。打那以后，只要有游击队打这儿路过，必改墙上的字，成百上千了。就我说，杀的还是太慢了，干脆改成3万人，一下子杀死3万个鬼子，那叫一个痛快嘛！哎呀，你们说咱们这18支队还几敢破枪啊？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，啊？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，再把他们招来，这一搞报复，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。行了，听我去劝吧啊，没事儿，少招惹鬼子。一平，胖，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？再说了，那马上秋收了，他们要是再来，咱们坐着等死啊？来就来呗，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、空村。来，六子，坚壁清野，我是刚出锅的，焦土抗战嘛啊！来板，啥玩意儿这是？都是新做的。哎，六子，你我的粮食，我的粮食！哎，我这刚蒸的，猪食似的，给人吃的啊，这是啊！哎，你这干啥呀？六子，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，你就人5人6了。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？你嚷嚷什么呀？啊！我跟你讲，别说给你砸了，再嚷嚷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打你呢！我六子不能打啊！我们司令有3不打：一，不和鬼子的骑兵打，骑兵6条腿，我们2条腿，打不过。我2，不跟伪军打。司统说的对，咱葛姓可是大姓，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，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？9条。好。3，不在村里边打，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。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的。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，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？嘿，我，大哥，你坐。葛三叔，您这话说的没道理。您看，我们把白亩良田都卖了，换了枪，换了子弹，还不是为了抗战？蒋委员长说了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让你们送点东西，就能吃吗？让我们怎么抗战？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，老百姓送什么，他们就吃什么。对啊，人家还帮忙推磨、挑水、种庄稼，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，还不如外乡？哎，好了，您说的是新四军吧？其他的我不晓得。他们就好唱歌，田间地头，到处叫人唱歌，干嘛呢？还有，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，又挥着手臂顶着唱，说是宣传抗日，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，还有什么心情抗日？不多说了啊，晌午之前
把你们的鸡、鸭炖好了送过来。这走，走走走。刁民！报告，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。张斗鬼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小姓。是。外父，你上来这儿干嘛？四宝不舒服，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。给我吧。还看什么？回去吧。哎，田先生怎么了？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？还有偏头疼，现在是听不得声音，见不得光，就别说你了，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，知道吗？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？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，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，让他头疼缓解点吗？走吧，走吧。什么毛病啊？这么邪乎？别管那么多了啊！范县长，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，这18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，打过一场硬仗吗？说句让人愧心的，鬼子只派了10几个人，1挺机枪，这10里8乡的就没有1支游击队出来冒头，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。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？何止是失望，简直是可悲。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，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，愚昧、无知，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，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，对内盲目自大，遭人憎恶，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。就这样的队伍，不可能打一场胜仗。在他们心里，人情世故、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。可是反过来再想想，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呀？怎么讲？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3打：打小老婆、打麻将、打小鬼子。他现在把前2打都戒了，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。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。走到江边看看。好。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？沙子盖不了房子。哼，沙子不成形，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，就有了粘性。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，你是修围墙也好，盖房子也行，你可以尽情的发挥，比什么都结实。你眼前的这堆散沙，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。如果你能折服他们，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，把庄稼人、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。凝聚人心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知道，
你受过种种挫败，彷徨沮丧，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此一里，再生之身。范县长，您刚刚说的话，让我想到了家父当年的样子。荣幸之至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，未可知。是这话。嘿，怎么在那儿坐着呀？啊，我在看月亮，我想小月了。武汉沦陷，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，我想去找他。小月一个女孩子，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，两个人在一起，至少还能有个照应。但是，这仗打成这样，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。得先坐船到香港，再由香港到广州，广州到武汉。你别说武汉了，现在广州也沦陷了，你还怎么去武汉呀？那怎么办？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？我认为啊，你要是真想去武汉，索性就先等一等，等战事平稳了一点，你再去。到时候你走，要是川资不够，我想办法给你凑。那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，我有手有脚的，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。你别想太多了，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、于家人他们吗？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，他们投炸弹的时候，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，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？你这隔着上千来里，你非得要这么想，这不是钻牛角尖吗？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？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，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，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？还能怎么过呀？像寻常人家一样，平平淡淡的过去。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。我就想到，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旅长读书？上午读完，下午读，下午读完，晚上读。
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？就他那嗓子还跑调，我都不爱听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。看月亮，我累了。你不走吗？我再想会儿小月。你看这鱼塘镇啊，人逃了，这地啊也都荒了。现在是播种的季节，如果不播种的话，明年就不会有收成。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。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，种了也是给鬼子的，还不如不种。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，地荒就荒了吧。那咱们就是没想过，这焦土之后，谁来给游击队供给？依游击战的理论，游击队是鱼，老百姓是水。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，又能活多久？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，我们可以帮着耕。一来呢，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；二来，屯田垦荒，在练兵之余，我们有这时间。那可太好了。来，谢谢。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？没人让他背哦，拦不住。我自己要背。就知道欺负人，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。没事，我能背，我可以背，没关系的。不就你让小月背？这些活不是你干的，你哪能干这些？没关系，我这些都干惯了，没事。人家要不让你背，你就让他背是不是？谁让你背这些东西？压根就没总做这种事情。对。我说带走地说对了吧？鱼塘镇就这样，习惯了就好。小月姑娘聪明，还带了把伞。丁长，这儿怎么还有台车？哦，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，那辆车啊，发动机损毁严重，我们又不会修，就扔那儿报废了。我去看看。好，我也去。哎，来，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。好的，这边。哎，还有这下蛋了。丁长，哎，发动机呢？制空所呢？好东西。那个小嘴的哎呦，爱是个人喽，看到了，俺爱今天嘛，月儿长得最有漂亮，你看那个小嘴的哎呦，都别忙了，先吃饭。吃饭啦！来，兄弟们，快点，快点，来吃饭了！哎，大哥吃饭了。小月姑娘，你拿什么好吃的？白面卷子。哦，王大哥，喝水。谢谢。哎，好。小月，小月。哎哎，
小月姑娘，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？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。我爹说啊，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。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，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，路过一家菜馆儿，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，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。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？这也太香了吧！然后我爹就过来了，瞪我一眼，说这有什么好闻的？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？我爹说，真正种庄稼的人，见到了庄稼，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。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，却活活饿死了。这肥料啊，得等它干透了，然后把它弄碎，这样撒在庄稼上，庄稼才能长得旺。嗯。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。你扯得痛不痛？你的伤口？好多了。嗯，好，我自己试试。行，慢点啊。嗯，没问题。田先生来了。田先生，哟，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，都能下地走动了，谢谢您。好啊，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，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。来吧，吃午餐。谢谢。这新闻你们都看了？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。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，都痛心疾首，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，一向坚持抗战到底，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，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
就这样叛党叛国了，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？有没有一点胜算？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？我没办法安慰他，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。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，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。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。说实话，田先生，你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、掩护我，我的感激无以言表。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，您可以随时反驳。我在请教。其实，汪精卫投敌，并不意外。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，经济困难、汉奸捣乱，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2大问题。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：抗战到底，苦撑待变。苦撑待变，胡适之说的。但是，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？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？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。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，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。大城市尽失，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。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。一旦日寇招手和谈，他就马上跑过去做汉奸了。那么蒋先生的底，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。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，抗战的底是什么？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。除了捐款捐物，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，满足民生。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。我那是为了钱，与虎谋皮。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。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。我还知道，至少有1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。特别巧，是我经办的。他跟我说，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，您知道他去哪儿，但您没说破，这属于你们2个人之间的默契。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，我确实送了他路费。哦，后来他是去了延安。其实，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，我是想说，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，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，依然内心困惑。就像有些大商人，他让1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，1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，一个去国外，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。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，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。是，可惜我没有孩子，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，充满了迷茫。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，与虎谋皮啊，争一分又一分，所以争过来了，才是对抗战有利；反之，就是对日寇有利。您想过吗？就现在而言，这条路越走越窄，半途而废，等于前功尽弃。如果继续下去呢，恐怕不但不能成功，反而会被虎伤。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，英美也被卷入战争，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，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？我想过。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？
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，对吧？请问，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？也是有所期待吗？也是有所等待吗？以我个人的理解，抗战的底应该是400万、5千万同胞那一颗颗不愿意被奴役的心。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，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，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。那正是我们所求的，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觉醒，一颗心的觉醒和凝聚。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，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，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。那正是我们所求的，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觉醒，一颗心的觉醒和凝聚。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所提到的，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，是中华民族的壮举，是惊天动地的伟业。这种奇观、壮举、伟业，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，我们在一起，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。我能想到的只有8个字：想到最坏，积极求变。想到最坏，积极求变。收脚。先走了啊，先写。张团长啊，你那样干不对，要不要帮忙啊？小月姑娘，不用了，还没吃饭呢。没呢。我自己来。刘叔下地了。哎，累了吧？吃饭了。不累。种地我也是刚学，还不熟练。种地不是难事，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。哎，来，你吃饭去，给我。来，吃饭了，小黄豆。春除深，夏除浅，秋天锄地4瓜脸。晒不死的棉花，下不死的南瓜，腌不死的白菜，焊不死的葱。先生，曾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？今晚，送她离开上海的路径都安排好了。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？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，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。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，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寸泔水。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，看着她上船。您放心吧。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，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。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，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。我托人也是7绕8绕的。七哥辛苦了。应该的，天一黑我就去。先生，你陪我坐一会儿嘛，现在天又没黑呢。哎，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，叫什么？奥兰多。奥兰多，你跟他熟吗？见过2次。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，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。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，是个亡命徒。
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。是，据他说，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邢会打通关节，能偷着进刘家北军管里的仓库，运出了好多原料。先生，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？那可太危险了。我现在不危险。我听刘家人念叨过，那个奥兰多，狮子大开口，贵得吓人。贵得吓人，那就选最贵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是想偷运机械厂？机械厂可不能拆啊！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，机械厂要拆的话，那您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就是想一想，先生，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！七哥，你今天话有点多。哎呀，你别愁眉苦脸的，你笑笑。你哭一个，哭。你别看啊，这东西伤眼睛。这么多废旧铜铁，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？我要做的是木炭车，也叫煤气车，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，装上所有的设备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，它叫煤气发生炉，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，碳燃烧之后呢，就会产生煤气，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，使发动机工作了。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。我之前在《力报》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，其实，在31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。他当时就说，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，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，使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。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，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，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，那就自己试试呗。厉害呀！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。那咱得快点造。哎，你把它给我打开干嘛呀？真是！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，这火不就闷灭了吗？要的就是闷烧啊！你火那么大的话，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？你做过饭，生过火吗？没有。生炉子这一块，你可不如我。你又干嘛？看，聪明啊，可行。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，你是兵，我是民，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在海文搞民团，这样一来，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，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。所以韩小月同志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小事儿，但是你得教我骑马。可以。孟师傅，你们家来客人了。客人？什么客人啊？不知道，是一位先生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。那天是8月15中秋节，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过。
我们87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，看着月亮，都有点想家。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的东北小调《月牙五更》，这一唱打不住了，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，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，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。唱着唱着，我们旅长就来了啊，我们就起哄，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。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。”哎，我还记着呢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就是这个味儿，我教给他的。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，旅长唱的吧，也确实没那么顺耳啊。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就僵那儿了。云奎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，我怕告诉你。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。来，请喝鸡蛋茶。请坐。哎，太太坐。小心烫啊！这个是清火的。哎呦，请。香。你接着讲，接着讲。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就。哼起《满江红》了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，海望烟，仰天长啸。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：朝天阙，朝天阙。他怎么唱着唱着，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。万福啊，哎，你看这是谁来了？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，是你头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。万福，是这样，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，我实在坐不住了，我就没告诉你一声，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，黄瞎子，你就不该来这儿。你知不知道整个田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？哎，万福啊，对外人啊，他们可以瞒着，可是对黄先生，那就大可不必。是啊，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奎的事儿，我们爱听。是。黄先生，您请坐。太太坐，太太坐。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的那天，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。那会儿。月明都还没出生呢，还在我肚子里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。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，那么多人就分10几个月饼。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，一边看着月亮，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？他好不好？他受没受伤？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，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。虽然人没有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，不是吗？黄先生啊，你跟云奎都是英雄，都是大英雄，老朽佩服啊！太爷，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。可今天看见小公子、太太、太爷，你们都好好的，硬硬朗朗的，我是真高兴。我替我们旅长高兴。王瞎子，
你但凡长点人心，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，不要拖累我们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不好这么说话呢。哎，太爷太太，怪我，是怪我，我没出息，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。万福兄弟瞧不上我。不，王先生啊，你不必赧然。英雄不问出生地，这个张子房啊，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，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，干天下大事。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，我是深感欣慰。万福啊，你们是一个正好的兄弟呀，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，互相帮衬的。当然了，太爷，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。太爷，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，你想听吗？想听，想听啊！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，我百听不厌，千听不厌，万听不厌呢。玉châu，你赶快去拿纸和笔，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。将来月明长大了，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。好，您请吧。太爷啊，白家宅那一仗，那叫一个惨啊！但是我们赢了，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。太太，您留步，改日再来看你们。谢谢王先生。我去送送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能照顾旅长家人，我还不能来看看了？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，你是来看望太爷的，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？你要杀他，我不拦着，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。万福啊，你现在是厨子，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，就这一件事儿。干成了，你就是出见英雄，名垂青史的好汉。你放心，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。呸！你有你的任务，我有我的良心。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，我不会出卖你，但是我也不会帮你。滚蛋！田先生就住那屋吧，这个宅子真大，门也多，路也多的，进来个人很容易。小瞎子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孟万福，我没工夫给你扯东扯西的，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，别逼我。我就问你，这事儿你干不干？黄瞎子，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！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，给我干活！你凭什么这么逼我，黄瞎子啊？我欠你的呀！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，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。你们倒好啊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我要照顾旅长他们一家3代。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？啊！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，我过2天舒服日子，你也不知道又从哪儿冒出来，阴魂不散，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，我凭什么呀？我欠你的，我上辈子欠你，还是这辈子欠你的？来，你开枪，开枪打死我！你要是不敢开枪，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！你要是敢开枪，你现在就开，从后边打死我！你打！
田先生。田先生。 田先生，曾大姐出去了吗？曾女士安全送走了，但是七哥死了。啊！巡捕房发现了，他把自己打死了。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，不牵扯天赋。 他用枪把自己的脸打烂了。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的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？ 我应该把他接回来，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，我应该把他接回家，对吗？扯上田府又怎么了？扯上我田家代又怎么了？啊？我要接他回来。田先生，田先生，田先生，七哥已经把自己的脸打烂了。 您现在过去，他的苦心不就白费了吗？七哥不能白死。喂，工藤君，我是田家泰，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，我们见一面吧。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。嗨，一言为定。曾女士说的没错。 苦撑待变，等不到什么。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，没有意义。我要自己变，自己找。七哥跟我最后一面的时候，坚决反对我拆场子、投云。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。
万福，你在吗？这么晚不睡觉，坐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在等你。怎么了？我想跟你聊聊。说吧。明天一早，我就去跟姓田的请辞。你要去哪儿？不但是我走，你、太爷还有月明，我们要一起走。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到这儿来干活，本来就是为了给你、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。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。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？田府现在很危险，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。你听我的，没错。万福，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，就觉得不对劲。是跟他有关吗？他是什么人啊？你别管这么多了，你跟我走就行。万福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是来干嘛的？他是什么人？他是重庆的人，他是军统，他是出监队，他是来杀田先生的。那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？你跟我走，我们去找田先生去。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？他是个汉奸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，四面光八面滑，他早晚出事情。你不要再操心他了，你操心操心你自己，你操心操心太爷，操心操心月明啊！我在这儿，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。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万福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知道啊？上次在增寿楼，我在场，他明明没有受伤，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。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？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？还有，最近你们连2楼都不让我上，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，干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是，干什么你最清楚。念书就这么上瘾啊？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，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，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？夫人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。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，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！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，咱俩是吵，那吵归吵，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可是这一次，自从你给姓田的念完书之后，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。我早上看不着你，我晚上见不着你，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扭头你就不在了，就好像是个屁一样。那是月明的屁，好歹也是个臭臭。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，我就跟个空气一样。不值，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。因为这个才要走的？谁想走？不，我就是要走。那你不会舍不得太妍吗？不会舍不得月明？我就是一个小爬虫，我舍不得谁呀？谁又舍不得我呀？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，那我现在说，你听吗？你说。首先，这事跟曾大姐有关。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，在义卖的时候，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，枪伤就在心脏旁边，流了好多血。当时我特别着急，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？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。这段时间，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。你说你看不见我，是因为我在照顾她。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，
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也就我、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。不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。第二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？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，在码头遇着了日本人特务，七哥没了。没了。七哥死了。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，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，就陪他坐了一会儿。第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，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，就说明他不是汉奸，不是你说的那样。那他遇到危险，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？但是田先生跟我说，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，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。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能走吗？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儿？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。我在叫七哥。我知道。七哥死了。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您不要怪夫人，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，我想走，因为这些天你们连2楼都不让我上，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，还跟他们做生意。我就觉得您是汉奸，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，我就想辞职。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，我一宿没睡着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错怪您了。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？我刚刚已经道歉了，我说对不起了。我是想跟您说，我想帮你。帮我？帮我什么？帮我学做粤菜、湘菜、川菜、徽菜。不是，先生，我是一个厨子，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。我就是想告诉您，我是一个什么人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孟万福，我是87旅的一个兵，一个逃兵。我本来是一个厨子，但是我被他们抓夫了，我就上了淞沪战场。所有的弟兄们，他们都往前冲，只有我往后躲。我们旅长叫张云奎，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。我们在柳镇，他奋勇杀敌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。他在死之前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，他让我带到南京，交给他的父亲。哦，对，他的父亲就是太爷，夫人就是他的遗孀，月明就是他的儿子。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，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，住到了您的家里。这些，您应该都知道了吧？
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在这样一个乱世，很难得，也很好。我一点都不好。我说实话，我拿到剑的时候，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去南京，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儿。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，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正在犯嘀咕，我到底要不要去？我都想把剑给扔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老蛙夸夸夸从我头上飞过来，一抛屎就拉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吓坏了。我是不是遭天谴了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个道理我是懂的。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，我就去了南京，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，我把剑交给他们，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，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。可是我刚上去，我发现包袱拿错了，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，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。可是我刚一上小船，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，我就稀里糊涂的上了去上海的船，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，进了租界。进了租界之后，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，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来斗去，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。再后来，我就找着了您，是您救了太爷。再后来发生什么事，你也就都知道了。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。哎呀，先生，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听明白了，你是个好人，我也明白你想帮我，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。另外，我也担心，你现在是这么想的，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，屎拉到你肩膀上，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？所以，哎呀，不会的，先生。夫人都跟我说了，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造一颗子弹，你要把工厂拆掉，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想你肯定有容忍的地方。不，我拜托你，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，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。你很仗义，那就做好你的忠人之事。你的心意，我很感谢。但是，七哥已经死了，我不希望因为我，才把你的命搭进去。何苦呢？当年那把剑，说扔你就扔了，现在说走就走了，何苦呢？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，那么好一个夫人，他何苦呢？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，这么大的家业，你又何苦呢？先生，有什么吩咐？去，先给我弄一个炝面馒头。哎。车真
枪了。什么？打的是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？我是按你教的打的呀。你这边都绕错了，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。我来帮你打吧。我教你打招呼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全部记住了。你好就是笨猪，谢谢就是没事儿。哪来的没事儿啊？你好 ，Bonjour， 谢谢，没事儿。Merci infiniment, merci。哦 ，Merci。对 ，Merci。哦，对对，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。